威廉，我觉得你虽然不重，但是其实蛮胖的。你的内脏指数居然高达13耶！你确定你最近都没有吃红豆面包吗？不要再提起红豆面包啦，想到我就伤心，我几乎都快忘记它的味道了。好吧，我可以相信你，但你要答应我，内脏脂肪要降下来，光是体重少个3-4公斤是没有用的啦。还不都是重量，有差那么多吗？当然有差，干脆我们今天就彻底了解一下脂肪吧。是哦，不就只是肥肉而已吗？还是你要告诉大家那个有趣的脂肪合化？我怎么都想不通，白色的肥肉会变色，还改变了功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慢慢来，先从最基本的脂肪构成讲起。脂肪组织是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器官，它不只是人体能量的储存库，还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哦。它跟一般的组织一样，由多种细胞组成，像脂肪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这类的免疫细胞，还有血管内皮细胞、干细胞、各种血球等等的细胞所构成。脂肪细胞依据功能可分为3种，一种是单房细胞，也就是白色脂肪细胞，它所构成的白色脂肪组织就是大家想除之而后快的肥肉。白色脂肪细胞跟一般细胞最大的不同是，它有一个脂滴，也叫单房细胞。单房细胞就是单一脂滴，脂滴储存性很强，体积可以从20奈米膨胀到10万奈米那么多，里面就储存着3酸甘油酯和胆固醇。脂滴往往会把细胞核和粒线体挤到细胞边缘，让人感觉脂肪细胞几乎就是以脂滴为主。以往的研究认为，人体储存脂肪的白色脂肪细胞数量通常到了24岁就固定了，成年之后只能缩小细胞。要减少细胞数量非常困难，通常至少要减肥持续1年以上，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定论。所以24岁以前绝不能养成肥胖体质，像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瘦的，之后再怎么胖也是有个限度。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胃口养大了，或是没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就容易铸成肥胖难减的后果。而以白色脂肪细胞为主的白色脂肪组织分布在人体的皮下组织，也就是皮下脂肪，还有在腹腔这边的内脏脂肪，用以保护、支持、固定腹腔这边的肝、肾、肠胃这些器官。标准范围内体重，白色脂肪组织大约占男性体重的20%，女性25%。由于性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脂肪容易囤积在腹部，女性更年期前会囤积在大腿及臀部，更年期以后缺乏雌激素，脂肪组织就会转移到腹部。要防止内脏脂肪增加，平常就要注意腰围，女性腰围必须小于80公分，男性腰围必须小于90公分，否则就有内脏脂肪过多之余，会提高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的风险。它比皮下脂肪更为危险。有的体重机可以磅出内脏脂肪的指数，正常范围是1到9， 10到14是偏高，15以上就要看医师检查一下了。所以我只要再加个2就要看医师咯，难怪你那么紧张。对呀，看你还敢不敢吃红豆面包。那就等我降到标准范围再来回味一下吧。希望你记住你的话，不要再管不住你的嘴啦。而跟白色脂肪细胞不同的是棕色脂肪细胞。棕色脂肪细胞的细胞质比白色脂肪细胞多，里面分布着多个脂滴，所以会被称为多房细胞。因为那脂滴很小，所以细胞核虽然会偏移，但还是在比较中间的地方。棕色细胞最大的特色是它有许多含铁的粒线体，所以整个细胞才会呈现棕色。主要由棕色细胞所构成的脂肪组织就叫做棕色脂肪组织，它主要的功能在调节体温和燃烧脂肪，产生热量，并且能够透过比白色脂肪组织更多毛细血管将热量运送到全身。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只有婴儿体内才有棕色脂肪组织，直到2003年才在癌症的检查中扫描到成人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这脂肪组织分布在人体的颈部、锁骨上区域和脊髓，还有肩胛骨和肾脏周围。而米色脂肪发现更晚，有一些研究认为米色脂肪是由白色脂肪褐化而来，是目前研究肥胖的一个显学。目前研究认为冷刺激运动和辣椒素、姜黄素、儿茶素、白芦醇等等都有助于脂肪合化。米色细胞与棕色细胞一样，都能够燃烧脂肪，产生能量。也就是研究认为，经过某些干扰，白色脂肪会从储存脂肪的功能转变为以燃烧脂肪为主的功能。经过转变之后，米色脂肪细胞的粒线体和脂滴都变多，但是脂滴变小，跟棕色脂肪细胞长得比较像。米色细胞很少，
有研究说在白色组织中找到，也有研究说在棕色脂肪细胞组织中也有。关于脂肪细胞合化这部分的内容非常多，我们会在以后的影片详细说明。所以脂肪合化就有助于减肥吗？产能的细胞变多了，而人类的脂肪仓库变少了，这真是个好主意，把爆仓的仓库改装成发电机。这正是目前脂肪合化的研究目标吧。另外，脂肪组织还有心外膜脂肪组织、骨髓脂肪组织、异位脂肪组织，它们跟健康和肥胖或多或少的关系，以后我们有需要再细讲。总之，脂肪组织通过吸收葡萄糖和脂肪酸，以及分泌代谢物、遗传物质和至少50多种激素来调节全身的代谢，并且利用储存脂肪的方式来为人类储蓄暂时用不到的能量。当人们摄取糖类、脂肪或蛋白质食物，如果没有消耗完或利用，就会转变成为脂肪。一方面成为能量仓库里面的库存，另外一方面也成为分泌器官的一部分，并提供人体保暖、保护和产能的功能。所以人体脂肪组织至关重要。是很重要啊，但寿树这个仓库管理员也太不尽责了，动不动就让仓库爆仓。那要怪就怪人类摄取太多的精制糖，才会把这个管理员搞得晕头转向，失去活力，无法控制大脑。我们的脂肪已经爆仓了。我们言归正传，先看看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怎么变成脂肪的。首先是油脂，油脂也就是脂肪，它的化学结构就是三酸甘油脂。当我们吃进去含有脂肪的食物，像肉类、奶、蛋、坚果、油脂后，大部分的三酸甘油脂在胃中经由胃酸分解成为食糜后，一起进到小肠最前面一段，也就是十二指肠中。这时候脂肪类食物就会刺激胆囊收缩，分泌胆汁到十二指肠，胆汁中的胆盐就会乳化油脂，进而和油脂混合成微小脂肪粒，以便更大面积接受胰脂肪酶的分解。脂肪微粒接着来到小肠的中段空肠，接受胰脏因为脂肪食物刺激所分泌的胰脂肪酶作用，最后分解成单酸甘油脂或双酸甘油脂或其他游离脂肪酸，然后一起进入肠黏膜细胞内，并在细胞滑面内质网的地方再度合成质地形式，以储存能量为功能的三酸甘油脂，并与磷脂、胆固醇、蛋白质结合成未成熟的乳糜微粒，接着转运到细胞中的高基质体进行加工，成为成熟的乳糜微粒，从淋巴系统经由胸导管进入血液当中。所以乳糜微粒就是一种脂蛋白，因为油脂不溶于水，无法单独进入血液，所以当三酸甘油脂进入血液循环的时候，就会包装成脂蛋白的形式，让亲油也亲水的磷脂结合载脂蛋白，把外源性的胆固醇和外源性的三酸甘油脂包围起来，形成脂蛋白，才能够顺畅地航行在血液当中。在肠道细胞制造的乳糜微粒是血液中颗粒最大的脂蛋白，也是来自于食物的脂蛋白，里面包的三酸甘油脂最多，有85%到92%，蛋白质密度最低。乳糜微粒透过血液运送三酸甘油脂到脂肪组织、脏、骨骼肌这些地方，进到血管里，几分钟乳糜微粒就会被毛细血管上的脂蛋白脂解酶所分解，部分成为游离脂肪酸和甘油。下来关系到生化，我在行我来说，这时候如果它们被肌肉细胞吸收的话，其中脂肪酸在细胞粒腺体进入贝塔氧化，产生乙烯辅酶 A， 以便和葡萄糖产生的乙烯辅酶 A 和草烯乙酸一起进入磷锰酸循环，做有氧燃烧，以产生能量载体 ATP， 提供肌肉细胞能量所用。而甘油则跑去细胞质支援葡萄糖做糖酵解作用，以产生能够转变成乙烯辅酶 A 和草烯乙酸的丙酮酸。这个过程也可以产生能量载体 ATP。而被白色脂肪细胞所吸收的甘油和游离脂肪酸，则再度形成三酸甘油脂，储存在细胞质当中的脂滴。在餐与餐之间，当胰岛素促进多余的葡萄糖转换成甘糖，并促使脂肪细胞吸收血中水解后的脂肪酸和甘油，合成三酸甘油脂，回归到低水平的状态后，升糖素就会上升来激活细胞中的脂肪酶，脂肪酶就会开始分解脂肪细胞里面的三酸甘油脂，让脂肪酸从甘油中释放出来，与白蛋白结合后，透过血液运送到全身各处需要脂肪酸的地方，进行你刚才说的产能过程。这意思是说，进餐之后，大部分吃进去的脂肪先进货到仓库，等到血液中的血脂降下来以后，再做小规模分送传输。那如果身体需要的脂肪太少，就一直堆在仓库，成为永远卖不出去的库存，
真令人伤感。所以啊，我们一开始就不能进太多货啊，像油和淀粉这种混合物，如红豆面包这种，因为会促使血糖飙高，让胰岛素急升，而高胰岛素又会促使脂肪细胞拼命抓取血液中的脂肪来囤积，就是最容易致胖的。而刚才讲的由小肠细胞包装的乳糜微粒，分走了大部分的三酸甘油酯给肌肉细胞和脂肪细胞后，剩下包含胆固醇和少部分没被分解的三酸甘油酯的乳糜残体会被肝细胞所吸收。如果摄取的脂肪太多，会顺着这样的途径沿途分送脂肪酸，但是各处的细胞吸收有限，剩下太多的脂肪酸，肝脏无法处理，就被认为可能是脂肪肝的成因之一。而高脂饮食导致乳糜微粒过多，造成血中三酸甘油酯过高，也是高血脂症的第一型，常常会出现胰脏炎和不明原因的腹痛，需要就医。另外，人体吸收其他营养素，像糖类和蛋白质这些食物，如果过量，无法被人体利用，最终都可以形成三酸甘油酯，储存在脂肪细胞当作能量，同时也造成脂肪组织肥大。而这样的合成作用主要会在肝脏进行。这些合成机转我来讲，我先讲糖类。当糖类食物分解成的葡萄糖超过体内需要时，葡萄糖在细胞粒线体进行柠檬酸循环后，除了产生能量载体 ATP 以外，过多的柠檬酸会跑到细胞质中激活乙烯辅酶 A 追化酶。激活乙烯辅酶 A 追化酶会使原本葡萄糖转化成要进入柠檬酸循环的乙烯辅酶 A 进行追化，经由一连串反应就可以合成之前透过贝塔氧化反应也能产生乙烯辅酶 A 的脂肪酸，进而合成三酸甘油酯。所以体内葡萄糖过多，肝脏细胞就会将它转化成三酸甘油酯。而人体消化吸收蛋白质如果过量，蛋白质分解过后的氨基酸也能分解生成乙烯辅酶 A， 经还原缩合反应可合成脂肪酸，进而合成三酸甘油酯。所以啊，肝脏能够将过剩的蛋白质和糖类，还有来自于乳糜微粒的游离脂肪酸合成为三酸甘油酯，并且肝细胞也会制造跟乳糜微粒一样的脂蛋白，让这些三酸甘油酯和肝脏自己合成的胆固醇包裹在磷脂和载脂蛋白里面，透过血液运送给需要的细胞。肝脏制造出来的脂蛋白叫做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三酸甘油酯大约有 52% 左右，比之前的乳糜微粒少很多。这些极低密度脂蛋白在运送三酸甘油酯和胆固醇的过程中，会快速被脂蛋白解脂酶作用，逐渐解离出部分的三酸甘油酯，供沿途的肌肉细胞或脂肪细胞吸收。失去部分三酸甘油酯的脂蛋白保留了全部的胆固醇，这样相对蛋白质的密度反而是提高了，所以就变成了中密度脂蛋白。中密度脂蛋白存在血液中的时间非常短暂，在持续的运行中，脂蛋白解脂酶会继续水解出脂蛋白里面的甘油和脂肪酸。等到胆固醇含量超过三酸甘油酯的时候，脂蛋白就会变成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最后会跟低密度脂蛋白接收器结合，并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胆固醇。但是如果营养过剩，尤其是脂肪、糖类食物摄取太多，肝脏合成的三酸甘油酯过量，导致运送油脂的极低密度脂蛋白制作超量，最后降解成的低密度脂蛋白太多，在血液中的浓度太高，它的颗粒就容易渗透进血管内壁，造成血管周状硬化。一般人说坏胆固醇太高，就是指血液里面低密度脂蛋白过高。而当这些不同密度的脂蛋白太高时，都会成为不同类型的高血脂症，包括乳糜微粒残体太高的时候，也是高血脂症的一种类型，需要就医。而肝脏还会合成一种高密度脂蛋白，含有大量的磷脂和较小量的胆固醇和微量的脂肪，一样会被释放到血液当中。它能够从周边的组织和血管中带回不需要的胆固醇、甘油和脂肪酸，送到肝脏代谢，所以具有清除血管中胆固醇和血脂的功效。因此啊，大家也会说这是好的胆固醇。凯特，我还没减肥前，健康检查显示坏的胆固醇太高，医生说我运动不够，我想那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吃了很多红豆面包吧。真好，我讲了这么多，你终于知道红豆面包的威力啦。